许多人在家做干锅包菜，总感觉没有饭店里的好吃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今天有才就把饭店里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用到的主要食材有五花肉1小块，洋葱1个，青蒜苗2颗，大红椒1个，包菜1颗。开始改刀，先把包菜最外层的青叶撕掉不用，这层青叶炒熟后就会发黄发暗，影响色泽。然后把包菜一劈二，再来个锐字花刀，包菜根部的硬节就被去除干净了。然后再把包菜撕成不规则的小块。一定要用手撕吗？用刀切不行吗？别抬杠啊，别抬杠。这个菜最早的名字就叫干锅手撕包菜。用手撕的好处主要有2个，一是手撕的包菜断裂口不规则，这样炒起来会更容易入味；二是手撕时碰到这种发硬的叶茎，可以更完整的去除。就在这稀里糊涂的废话中，包菜已经被撕好了。把撕好的包菜放在盐水中清洗一下，若是包菜中含有虫卵一类的脏东西，用盐水洗会比较干净卫生。但是做干锅包菜这道菜时，又最忌加水，而且一定要煸炒出包菜的干香味。所以水洗后的包菜一定要沥干水分再操作，否则煸炒时这种干香味就出不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饭店做这道菜时，包菜都不会清洗的原因。好了，把清洗干净的包菜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。我们再把洋葱切成丝并抖散放入干锅中，大红椒切成圈圈，青蒜苗切成小刀片，五花肉切成薄片。开始烹饪，首先我们把锅烧热，锅烧热后加入适量油滑锅，倒出滑过的油不用，加入猪大油适量，下入五花肉片直接干煸，大约20秒后，肉片被煸至油脂溢出时，下入葱姜蒜，再来点干辣椒，稍扒拉几下，来点老抽，省得肉片的颜色看起来那么傻愣。倒入沥干水分的包菜，开大火直接爆炒，吭哧吭哧的连番带炒，千万不要停，一停就回锅。那可以加点水吗？不能，一加水那种干香味就没了。就是要用这种爆炒的方式炒出包菜内部的清气，逼出包菜内的少许水分，这样才能保证干锅包菜的干香味十足，口感浓郁有回味。其实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。平常我们炒菜时，一道菜如果干煎爆炒，大都要比加水炒出来的香。其实这个干锅包菜呀，就有点那种干煎爆炒的意思。看，不一会的功夫，包菜就被炒得蔫了吧唧。包菜被炒成这种神采时，在翻锅时包菜就不容易跑到锅外。如果翻累了砸累了，那就战术性的休息一下，顺便加个盐。加盐可以让包菜更容易辨认成熟，稍捶打几下。来点蒸鱼豉油，当然了，用生抽也行，用混合酱油那就更好了。混合酱油的制作方法可参考我的前期视频，里面有一期特别详细的讲解。开始调味，加入蚝油适量，白糖和味精各1汤匙，香醋这么多。在我们调味的时候，菜花也没闲着，它已经把干锅烧得滋啦滋啦的响了。撒上青蒜苗和红椒圈圈，赶紧的翻动几下，出锅。好灵，1日3餐记得按时吃饭。小贴士：通常来说，干锅包菜主要是咸辛口，微酸微辣，干香浓郁，为湘菜系，口感脆爽又清香。所以这道菜一定不能炒得太老太熟，否则其不但会失去脆爽的口感，且香味也会大大降低。此菜在后期的演变中，也变得入乡随俗了。比如川味干锅包菜会加入2荆条和豆豉等。杭帮菜的干锅包菜会用蒸熟的咸肉代替五花肉，上海菜的干锅包菜甜味更加突出，但无一例外的是，包菜的口感还是保持了脆爽与清香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李有才，一直期待着你的关注和认可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